小时候跟你说好好读书比啥都强，现在跟你说生个孩子比啥都强。以前跟你说人这辈子得做点事儿出来，现在跟你说人这辈子得做个人出来。谢谢，哎，好像刚才没有见到我一样。哎，很开心啊，今年不用比赛当老友了，做脱口秀真好哈，年纪轻轻就可以倚老卖老啊。我和付航今年迭代了去年的老友啊，去年的老友庞博横向调动为主持，去年的主持喜提毕业啊，脱口秀也搞降本增效了啊。老友的作用呢，其实就是稳住老观众，衬托新演员，托举他人，献祭自己，老友记嘛。所以大家能听得出来啊，现在的出梗已经有一些调皮了啊，这就是我今年的喜剧风格啊，笑不死风。啊，我就会讲那种观众会笑，但又不至于威胁你们生命安全的笑点。你们听完之后，统一的反应都是哈哈，笑不死。当然，如果我这么控制还是太好笑的话，那就说明姜还是老的辣。要是真不好笑的话，那就说明姜来是你们的辣。脱口秀比赛好啊！我们每年来这里，带着自己最好的段子啊，最大的野心和最严重的心理问题，一顿厮杀，最后只有一个人会含笑上岸，而其他所有人都将大获失败，或者小获一些不为人知的失败，就是那种啊，你还上过节目啊的失败。哎。太残酷了啊！残酷的就像这个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行业一样啊。但人呢，又没办法不比，就连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瞎比比，那都源自于当年我们在爸妈的身体里拿了那次游泳比赛的冠军。那是我们第一次拼命。你当时游完了，上岸了，以为完事儿了，一抬头发现，哎，人生是铁人3万项。在羊水里的日子都是海选，一出生恭喜你获得了参赛资格啊！我第一次接触到看看别人家孩子这句话，当时我只有1秒大。啊，我出生的体重5斤2两，隔壁床的孩子8斤4两。我妈当时看着我说：“咦，这孩子怎么缺斤少两的？”我爸说：“哎呦，是不是没生完？”除了跟别人家的孩子比哈，我是家里的2胎，从小我还得跟我哥哥比啊。小时候我家里所有人都会夸我哥，说这孩子聪明，就是调皮，夸我都是这孩子踏实，就是踏实。踏实这个词一听就脑子不太好使，并且小腿很粗的样子，确实是这样。踏实这个词啊，从不单独出现啊。从小我就知道，踏实肯干懂事是我的核心竞争力。小时候上山砍柴，我哥非要不走路，他非要我奶奶背。我奶奶看着我，我说我不用背。我奶奶说小鹿真乖，比你哥懂事。于是我奶奶背着我哥，我背着柴。我好开心啊，我赢了啊！我既懂事又有柴。哎。我奶背人，我背柴，我哥好惨，人财两空，笑不死。作为一个踏实孩子，我确实很肯干，但我今年在干完60场专场之后，我的嗓子失声了啊，说不出话了，跟今天的付航一样，被命运扼住了喉咙。我当然也没有这个备用的嗓子嘛，所以我只能取消了演出，在家闭麦了10天。那个感觉怎么说呢？无语了，大无语事件。我无语之后呢，
我妈这辈子第一次对我进行了正面管教，她跟我说：“你不要再拼了，你已经很棒了。”哟，天哪！突然听到这句话，东亚小孩，我的天都塌了。哎，你已经很棒了，在我听来就是，虽然你没有获得更大的成就，但你这辈子就这样了。这是人说人的话吗？这不是我说我家狗的吗？啊，没有在沙发上尿尿，你已经很棒了。你才已经很棒了，你们全家都已经很棒了。我这才哪到哪儿啊？哎，我妈吓得我都开始反省了。我想呀，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我的父母突然放弃了我？是我哥突然出息了吗？也没有啊。我赶紧回复我妈，我说妈，我还可以更好的。我妈秒回我说也是。啊，你现在生个孩子比啥都好啊！你看你哥啊，书读的不多，但现在2个孩子都这么大了。我说我看我哥啥，2个孩子都是我嫂子生的，你带的，我看我哥过得有多爽。我妈说：“呀，这你跟你哥比啥？”哎，又不让比了。你发现啊，父母这个评判标准真的是说变就变。小时候跟你说好好读书比啥都强，现在跟你说生个孩子比啥都强。以前跟你说人这辈子得做点事儿出来，现在跟你说人这辈子得做个人出来。2个更好啊，3个最佳。我不是不想做人，我只是不喜欢别人教我做人啊。我现在确实也想生小孩了啊，但我想生小孩不是因为我觉得生个孩子比啥都好，而是我觉得生个孩子怀着孕来比段子比啥都好。哎，你想一想，如果我能怀着孕来比赛，那简直是喜剧之王炸，对吧？比好了是带球过人。没比好，那是其他演员没有素质。不给老弱病残孕让位啊！但是啊，我一直都没有怀孕啊，看来我的孩子不想为喜剧而生。我办的游泳比赛没有人下水啊！我现在突然意识到哈，怀孕本质上就是一场服从性测试，只有那种在娘胎里就想比的人才会出生。一出生就被比，所以叫 baby。现在知道我优化掉哪位老友了吧？王建国的大业后继有人了。其实我今天想说的就是，生而为人，就说明你天生爱比赢。啊，爱比不是病，想赢不丢人。你不是好胜心重了，你就是 DNA 动了啊！咱们爱比就多比啊，都别装不比哈！最烦装不比的人了。好，谢谢大家。谢谢小鹿。喜欢小鹿表演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缺啥补啥是吧？掌声再给小鹿。谢谢。今天这个建国若隐若现的这篇稿子，不好意思，朋友们 ，I'm back。是你自己要这么写，还是国仔在里边有所注意啊？有了一些这个 KPI 吧什么的。很开心，因为我觉得，我一直很喜欢建国去年说的，他觉得人应该调皮一点，但是在正常的世界里好像不能被容忍。然后我喜欢在这个舞台上尽量多的去展现这些东西，而且我有时候感觉大家对于谐音梗有点歧视了。但其实巧妙的谐音梗真的很好玩，但是现在大家有点被驯化了，就是一听到谐音梗扣钱，我感觉这样有点其实是多少有点这个歧视我们谐音梗。已经是你们谐音梗。他这篇稿子其实讲的东西还挺认真，但是用了很多这种奇里歪斜的这种小包袱，就显得他这个稿子又认真的在说东西，然后又让大家的气氛非常的
轻松的讲了一个沉重的事儿，是吧？是，就是我觉得写这个关于笔的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云淡风轻的人，喜欢特别松弛不争不抢的人，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被培养的方向就不是那样的人。就像我从小被鼓励的方向是踏实肯干懂事，这样的人你怎么可能突然长大就松弛了呢？对吧？这样的人你往往长大之后就是一个别扭、焦虑、不酷的大人。所以我觉得，可能当我们意识到，可能我更想成为的是什么，而我又不是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先接纳这个阶段的我就是这个样子，我就是如此的焦虑，如此的拧巴，如此的想要，那我去接受这个东西，直到我不想要的那天，让它自然发生。我也觉得人在表达的时候，始终在寻求一个能让自己相信的一个方式。就是您想的这一套，不是说只有您信了才能说。其实您想出来跟大家说的时候，在不断的一次又一次加深大家的印象的时候，同时也在给自己鼓劲儿，也在自己觉得对我是有这个想法，然后我越说我越能坚定，越说越能坚信。对，所以说特别好。就是这个一个很沉重的话题，用这么俏皮的方式，一遍又一遍的鼓着自己往下走，特别好，特别厉害。谢谢。天真姐也是去年一路看好小鹿，支持小鹿。对，我觉得小鹿去当了魔王呢，既高兴，就是你可以不要那么大压力了，我又觉得遗憾，因为我还是很想看你比赛的。等等啊，这个人生还长。对，就我去年看了你线下的那个中女时代的专场嘛，然后今天讲的整个稿子其实又是全新的东西，又是一个全新的视角，所以我觉得你的创作能力真的是非常非常强，这个再次感叹一下。我觉得这个舞台上就是能够像一个照妖镜，不对，就是像一个镜子一样，能够照出每个人的，就照出每个人的自己。踏实小腿粗壮的你，今年确实跟去年活儿不一样了，今天开始有舞蹈了，开始进行一些舞美。其实你在这个舞台上，从去年包括更早的时候参加的一些比赛，其实都看见了你一路的成长，你的自己的那一切已经在这里蓬勃的发生了，能感受到你更多的成熟跟能量。然后我就是很希望你可以一直在。会的。一直都在，老演员一直都在，新演员不停的来。我感觉整个场子是属于你的，这里是你的家。我跟你一样，成长的环境过程当中，极少的被肯定和鼓励，说的最多的也是踏实。那我听了你的这个段子，我感觉疗愈了我一点，就是最起码我当过一次赢家。哈哈。哎呀，笑不死。我也就当过那一次冠军，游泳比赛的那一次。我觉得你有这种魔力，就是你可以掌握笑，还有笑不死、大笑，你可以掌握大家的情绪，只是你选择怎么做而已。这个舞台就是你的，厉害。哎，谢谢你。而且小鹿为什么跟建国这么熟？因为小鹿今年除了是魔王老友之外，也在跟国仔还有很多其他编剧朋友一起，都在帮助我们这些演员，一直在改稿。这个在座的应该很多朋友也都受到了小鹿，包括大家的帮助，谢谢你，谢谢。很开心。了不起。但是谐音梗这个手艺就别往下再传了啊！太多咱也受不了。确实，我们这个环节依然是魔王挑战环节，就是最高的那个人就拿到复活金牌，他可以为他们组再多赢得一个晋级名额。那么会有哪些人选择挑战魔王小鹿呢？请起立。宋万博、徐指导、江宇。这是咱们去年西单的10强唯一幸存的选手。我相信祥子在新的一年，第一轮继续打魔王，也能跟去年一样，继续获得1块金牌吧。魔王挑战赛，我觉得首先陆姐魔王就很难打了，然后最后于翔宇起来的话，可能会把这个气氛带掀到第2个小高潮上。我是非常相信徐指导的水平的，我觉得徐指导去挑战小鹿，我非常 OK， 我觉得会非常好看。这个激烈程度，咱们就是说不言而喻吧。掌声有请宋万博。大家好，我是宋万博啊，我从事单口喜剧有10年了。波波老师是毋庸置疑的前辈，
现在很多人老提石墨入教，其实当年是石墨入教博。我跟伯伯，我们15年开始就一起演出了。伯伯是15年跟我一起走上单口喜剧舞台的。15年吧，15年就开始在一些小剧场，在一些酒吧、咖啡店演开放麦、演专场、演拼盘这样一步一步。宋万博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专场的脱口秀启蒙。他专场我都是坐火车去，然后连夜坐火车回沈阳。17年的元旦，他的专场，那个时候还是在北京单立人四合院里边摆个40-50张椅子，我坐底下。下面这个演员呢，他的这个段子特别有态度，被我们大家认为是硬核喜剧的代表，让我们掌声欢迎伯伯。宋万博有4个专场，然后之前一直在演线下。他是一个很自洽的人，他没有为红不红这件事情感到焦虑过。我觉得，尤其是跟他同辈的演员，大部分人都已经被很多的观众朋友们看见了，然后他一点都不着急。我觉得这个定性真的是很强啊。宋万博是个小老头，青春洋溢的小老头。几个了这是？伯伯特别像老年人用电子产品。就是你从业10年了吧，你总觉得这个10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这试一试呢，对吧？而且小鹿，我觉得我们上回同台是2年前了，然后上次一块参加比赛应该也是17年了，我觉得可以再找回一下我们一起同台竞技、一起同台演出的那个感觉吧。加油，伯伯！大家好，我是宋万博。今年我的人生取得了重大突破，我找到了女朋友。我是在交友软件上找到的。说实话，一开始有点犹豫，因为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不要用那玩意儿，上面男男女女都可乱了，不是啥正经地方，你别下载。我下载了。使用感受怎么说呢？就一个男生啊，一个男生，如果你不是特别帅的话，你是感受不到乱的。我用了1周，这哪乱了？挺正经的呀。我都加了一个考研群了，每天打卡背单词。我跟我朋友说，这跟你讲的不一样啊。他说有没有想过是你的问题？我说是我不好看吗？他说难看。就你长得太正了，你特别像我们教导主任，不想找你谈恋爱，只想找你背单词。我说你说这个简直荒谬啊！他说对 ，ridiculous。哎，我平时背没这么顺呢。还有你长得有点朴实，我最烦朴实这个词，因为朴实意味着土。每次有人说我朴实，我都会想起一个山村老大爷捧着个筐子，水果滞销，帮帮我们。我想谈恋爱，帮帮我吧。但我得承认，虽然我长得朴实，但我心里并不朴实。我不是我这张脸的人，只是长成了这个样子。我就这么说吧，很多男生心里头都住着一个渣男，只是被他糟糕的外表锁住了。当然也有些没锁住。我坦白说，我在交友软件上，我看过男生。我想法很简单，我就想看一看是谁在乱，谁有资格乱。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20左右的男大学生，他照片就是一般是在卫生间的镜子里，拿着手机对着，另外一只手把 T 恤撩起来，塞自己嘴里。坦白说 ，T 恤我也有。但我差的是 T 恤吗？我要是把 T 恤撩起来，特别像30天减肥的第一天。有些人会问，在交友软件上什么样的人会受到欢迎？长得帅的人。有什么疑问吗？长得帅的人在哪都受到欢迎。我当过帅哥。我不帅，但是我当过帅哥。
我就是当过。就去年，我大姨来北京，当时我还没有女朋友，她问我有对象了吗？我说没有，长这么帅没对象。这句话暖了我一整年。我6岁那年，她也这么夸过我，暖了我30年。去年到期了，又给我续上了。我衷心希望我大姨长命百岁。但我真正体会过帅哥待遇是20年前了。当时呢，我是一个转校生，高中嘛，而且20年前流行一部偶像剧叫《王子变青蛙》，有人说我像那个男主角明道，还有人说我像阮经天。像不代表帅，像2大帅哥却不帅，感觉像是集2大帅哥缺点于一身。但在我们学校传遍了，还有一个 slogan 说台湾省2大帅哥强势登陆河南。会有女生手牵手来看我，你能想象他们希望有多大，失望就有多大，一失望就会撒气儿。一般是练体育的女生打头阵，一脚把门踹开，那个像明道的人出来，我看一眼。像个屁呀！我说不像明道，也不能像那个吧。这还只是轻度的，中度的一般发生在课间的时候。我喜欢趴桌上睡觉，更增添了神秘感。想象一下，转校生，教室的后排，课间喜欢睡觉，符合校园帅哥的一切设定，就差帅了。会有女生头从那窗户那都钻进来了，就他一瞪我看一眼，我看一眼，我看一眼，看。我谁把气门芯扒了？这还只是中度的，重度的一般发生在放学的路上。放学路上，我走着走着会突然听见后边有女生冲到我前面，这样。她的闺蜜，帅吗？关键是我知道谁惹谁了。但我也不怪他们，我觉得要怪就怪那个第一个看完我失望回去那个女生。你失望的回去了，你也不告诉别人，感觉我被全校的女生都骂过了，对吧？她看完丑死了，一点都不帅，丑死了。别人问长得怎么样？我觉得还可以。这不是我喜欢的类型，你们去看吧，没准喜欢呢。丑死了！后来我打听了一下，是谁在造这个谣？说我们班有一个女孩，她特别喜欢看偶像剧。当然，她只是说我长得像，但是造成那个后果，我要报复她。我报复她的方式非常极端和残忍。我说她长得像刘亦菲。你们可能不太了解，20年前刘亦菲在男生心目中是什么地位，相当于20年后刘亦菲在男生心目中的地位就没变过。我也让你尝一尝被大家轮番唾骂的滋味，但我忽略了一点，就是这个女生啊，首先人家底子好，其次呢，就是当时男生的审美呀，很容易被舆论操控。看着看着自己信了，还真有点像哎。从此有一个新的谣言产生了，说高2 6班呀有一对金童玉女，明道和刘亦菲。刘亦菲不错，明道有些 ridiculous。那就说到这里，感谢各位，谢谢波波。参加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谢谢波波。波波确实讲脱口秀时间很长了，可以说你算不算是北京第一批就开始讲脱口秀的那批演员？算第1.5批吧。
对我跟伯伯是15年认识的。对，对，那时候大家就骑着电动车在北京的胡同里一起赶场，还有期末，我们那时候就很早，还有教主，再到单立人成立，大家就一起都这么多年一起过来。对。我觉得伯伯他就是一直以来都有自己非常独特的一种非常沉稳的风格，就这么多年，我觉得他也是那种非常坚持自己，而且不会轻易妥协被改变的人。那我多问您一句，您不是说现在开始谈恋爱了吗？找到自己另一半了？您这段关系是怎么开始？是怎么好上的呢？就是在交友软件上认识，然后在线下见面，慢慢就好了嘛。好，我以为会有那个，就是更加那什么的详细的。其实就非常 old school 的那种，我们一块儿去逛公园、压马路。庞博，快控场！真的没有，我也在等，真的没有反转啊，没有反转。哦，是纪录片啊，很纪实。但是我认为，一个人沉浸在自己的手艺活里，当你在认真的做自己的本职工作的时候，他就特别有魅力，他就特别帅。刚才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就特别帅。谢谢。我其实想用一词，你不觉得他特摇滚吗？是，他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很硬核的一个人。对，就有什么说什么，我就这样。你说我还是他？都有，我只能说都有，都帅。我想问问伯伯，为什么这么多年此刻才来参加节目呢？因为今年突然想挣钱了。其实我觉得年龄大了吧，年轻的20多岁的时候，你不觉得钱是什么问题，但突然觉得，你年龄大了之后，觉得不挣钱是一种很自私的行为。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上次跟小鹿同台是23年了，我觉得可以再找回一下我们一起同台演出的那个感觉吧。挺好。伯伯现在获得了气氛组的3票，请你先回座休息。感谢各位。